改革开放初期，山西的一个农家小院里，两个少年正在玩弹玻璃球，忽然就听到隔壁有人大喊：“救命啊！快来救命啊！”两个少年同时扔下玻璃球，一前一后跑出小院，拐进隔壁家院子。刚进门就撞上了惊慌失措、拼命朝外跑的女孩。赵觉、开江，你们快点吧，快去看看。女孩的名字叫米桃。米桃放学之后打算帮父母做饭，可一掀锅盖，妈呀，满满一锅全是黑蚂蚁。米桃被吓得手一松，锅盖当啷一声掉到了地上。她拔腿就跑出厨房，大叫着朝院子外面跑了出来。米桃在家门外等着，赵觉和张开江两个人一起来到厨房。说实话，这么密集的一锅黑蚂蚁，两个男孩子也很害怕。张开江挺机灵，一眼看到了墙角的开水瓶，上前一提，满满一壶水，边走边拔掉瓶塞儿，他就准备往锅里倒。这时候赵觉冲了过来：“慢着，不能烫。”赵觉这一拦不要紧，蚂蚁们躲过一劫，可一股开水正冲到了他的胳膊上，当时手背和前臂就红了一大片。赵觉疼得一咧嘴：“哎呀！”我说：“开江，我有个办法，把蚂蚁引走就行了，别伤害它们。”赵觉的主意就是用白砂糖细细地撒在地上，一路从灶台撒到院子外面，将蚂蚁引出米桃的家。这一招还真灵，时间不大，蚂蚁们便顺着白砂糖爬成了长长的一条，就像是一条黑龙一样。然后赵觉和张开江用扫把将这些蚂蚁全部请了出去。扫蚂蚁的时候，张开江就小声跟赵觉商量，让赵觉假装害怕蚂蚁，早点回家，然后说这白糖引蚂蚁的主意是他出的，他要在米桃面前逞逞英雄。赵觉虽然也挺喜欢米桃的，但是他觉得张开江是自己的好朋友，既然人家提出来了，自己哪好意思让朋友失望。于是他就对米桃说：“米桃，这么多蚂蚁我看着难受，我先回家了啊。”说完就回了隔壁自己的家。当天晚上下了一场大暴雨，第二天上午雨过天晴，蓝蓝的天空就像是被洗过一样，非常的干净漂亮。这件事儿过去之后，本来对赵觉很有好感的米桃开始觉得还是张开江更好，更聪明能干有胆量。后来初中毕业，张开江就进城做小生意去了，赵觉和米桃继续在县城里读高中。不过米桃跟赵觉的话很少了，从来不主动搭话，相反经常会和张开江有书信往来。赵觉和米桃高中毕业的时候，张开江已经在省城开起了贸易公司，生意还挺好。米桃就被张开江招去做了秘书。赵觉也是高考落榜，当年冬天就参军入伍了。2年之后，赵觉考上了军校。他入学的那一天，张开江和米桃举行了婚礼。又过了几年，身为副连长的赵觉回家探亲，刚好碰上了张开江带着3岁的儿子陪米桃回娘家看望岳父母。回想过去的时光，几个人都颇为感慨。第二天，张开江开车拉着赵觉到县城的饭店里喝几杯叙叙旧，米桃也陪着。酒过3巡，菜过5味，张开江嘴就没把门的了，搂着赵觉的脖子：“老兄，当年真得谢谢你，谢谢那些蚂蚁呀。”赵觉赶忙接话说：“谢啥谢？要谢也是米桃谢你才对嘛，都多少年的事了，你还记得？”哈哈哈哈。这意思就是提醒张开江赶快住嘴。但是米桃已经听出了他俩说话有点不对劲儿，也不好追问，就借故上厕所，
想着让他俩放开了聊聊。就在他从洗手间出来的功夫，刚好跟4、5个小混混走了个对面。其中一个混混见米桃面容姣好，身材苗条，就上前调戏。米桃想躲，可这家伙死皮赖脸，竟然一把将他紧紧抱住。米桃只好高呼救命。闻声赶来的张开江一见这阵势，对方好几个彪形大汉，他就有点胆颤。赵觉，你能打，你快上呀，快救米桃！赵觉毫不迟疑，一个箭步冲上前去，只几个照面就把那些个流氓给打跑了。事情过去之后，米桃想起酒桌上丈夫的话，以及刚才他们俩的表现，心里就泛起了嘀咕。回到家之后，就逼问张开江。最后张开江没办法，只好说：反正现在是老夫老妻的了，实话告诉你吧，当年那次引蚂蚁的办法是赵觉想出来的。他说害怕蚂蚁，也是我让他说的。我是喜欢你，想让你对我有个好印象嘛，就这么简单。听了丈夫的坦白，米桃心里是五味杂陈，但是时光不可能倒流，人生也没有重来的机会。沉默了一会儿之后，米桃忽然眼前一亮，心里生出来一个主意。什么主意呀？她有一个表妹，是名牌大学的高材生，人样子长得也是很出众。她就把表妹介绍给赵觉。表妹跟赵觉见面一聊，还非常投缘，恋爱2年之后就结婚了。后来赵觉一直在部队工作，妻子就随军去了海南。如今他们的儿子都已经读高中了，夫妻俩是恩爱幸福。